战休兵了吗？哦，这只是假象而已。什么时候关税大战大刀又要砍呢？今天带你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治愈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川普发起的关税大战最新的进展如何？你会说有什么好讲的？现在不都暂缓状态吗？按下了 pause 键，但是呢，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 ，pause 键随时可以继续 play 的，继续 play 会是什么样的时间点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掐指一算，大约就是6月了哦。好，那为什么是6月呢？今天就带您好好来了解这当中的每一角角啊。好，我们首先就来带您看到了川普最近的动作。最近呢，你会觉得川普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慈眉善目的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了中东去也是笑呵呵笑呵呵？对中国，也是我们都可以谈，都可以谈。甚至呢，最近有个这个美国的电视台福斯电视台访问他说，哎呀，你愿意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好好谈一谈吗？他说当然 OK 没问题，要我去中国也可以，一切都好谈。然后你就突然间想说，哎呦，那我们以前看到那个川普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现在一切变好好先生呢？其实啊，这叫做川普的缓兵之计。缓什么兵？就是他美债到期的天大大事，他要撑过这段时间，然后回头再来，到时候呢，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川普了，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川普。好，那于是呢，大家说现在的关税休兵期叫做缓兵之计啊。那这个在中国呢，有一位这个国际关系非常知名的学者叫做金灿荣，我觉得他这个分析得很好啊。这一次他分析说，为什么这个中国跟美国在现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呢谈到了一个暂缓90天这样的一个条件啊？他说呢，有这个很重要的3大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不贵，中国呢从头到尾呢就是跟你刚到底，我就跟你杠到底，然后呢，就让这个中国坚持底线呢发挥了作用。美国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让中国跪下磕头，于是呢，那就缓兵之计。否则的话呢，拖过了那个他美债要到期的时间，哎呀，那可能就糟了个高。所以呢，就赶快谈定这90天的缓冲期哦。一个是中国的态度非常的坚决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美国的确有经济压力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6月份在美国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就是它的美债呢会有大批量的到期。那再加上你看到美国国内呢，其他的一个这个社会舆论的声浪很高的，比如说像 Walmart，美国呢很多人都到 Walmart 去大采购，一次买个一个礼拜、2个礼拜、1个月的东西，结果呢，上个礼拜买跟这个礼拜买，哎呀，怎么东西变那么贵？货架上的东西变少了，那这些呢都让这个人民啊这个愤怒很多，所以呢让这个美国政府啊当然有点压力了，它的经济压力来源。再来一个呢，就是这6兆国债呢即将在6月到期。好，那这到期很重要哦，到期到时候你要借新还旧。那借新还旧呢，你就要在一个非常太平成平时期，我才可以用一个好价钱借新还旧。如果呢依旧是这样子，关税战打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汇率的动动荡荡，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的状况底下，很可能美国的借新会借到一个很高的利率，会让他未来要付出的利息更高的。那这是白宫，这是川普不乐见的。所以呢，有这1、2、3个理由，才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、美国，似乎都有那个动力，有那个这个理由去赶快谈出这暂缓90天。但是呢，我就要告诉大家了，为什么我刚刚这个铁口直断跟你预言说，很可能在这个国债借新还旧的一个这个手续完成了之后呢，川普可能又要再度翻脸。你知道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，我们就要带你时光机回到2018年那一年呢，这个川普对中国大打贸易战，他也是反反复复
好比跟你跳恰恰一样哦。2018年哦，我们就一一细数，那一年2月份哈，正是要打贸易战，然后哇，这个一开始也是沸沸扬扬，哇，这个感觉好像互扯头发，然后呢，突然间谈定了，哎呀，好像又好了，谈定了之后呢，哎呀，好，我们继续再谈这个关税，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了，谈得融洽，双方见面也很有诚意，结果呢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，哇塞，这个川普突然间。白宫丢出了一个301调查的报告，然后就讲说，你这个中国很可恶啊，中国就是这个剽窃智慧财产权，你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叫什么？强制技术转让，所有的外资到中国去，你就技术都要给中国人，所以他说这太可恶了，所以呢又重启这个贸易大战了哦。就短短不到2个月，然后又谈，到了5月份，好像又谈出了一个所以然来哦，这个你让一步，我也接受，好像一切都没事了，结果不到10天，川普又讲了。你这个没诚意，所以呢，突然间关税又开始克了，所以你看这个川普的一个这个变脸之快啊，可能有来过四川哦，四川川剧变脸学得很好，那川普就嘿嘿嘿嘿，然后然后嘿嘿嘿之类的哦，很恐怖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可能在6月份，他那个心里头的大石头，那个国债到期啊，6月份有6兆多，如果搞定了之后呢，可能他。又是那个魔鬼的又跑出来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哦。现在呢，大家就说那个不确定性就是6月份。现在其实看到一点端倪了，因为呢，现在距离6月份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，你就看到川普又讲话了，但是他这一回的讲话呢，大家就觉得他话中有话。现在呢都在暂缓90天当中，所以呢，但暂缓90天，川普是说我们来谈嘛，对吧？那他讲说有150多个国家跟我谈，然后呢，本来就谈来谈去，英国已经谈出了一个这个协议出来了嘛，那大家说，下一个会是谁呀？印度也在谈，日本也在谈，韩国也在谈，我们台湾也在谈，都在谈。好，那川普这样讲，他说啊。哎呀，这150个国家都要谈，我没那个时间啊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这大约2、3周之内，美国政府财政部呢会寄出一张账单，寄出一份，姑且称为报价表。什么报价表啊？他说这个报价表呢，就是你们想要跟我美国做生意可以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价钱你要放在心上，那就叫做跟美国做生意你要支付的基本费用。就很像是现在讲关税的10%的概念啊，你有一个基本费用。好，那基本费用你自己看着办，好，你看着办。那你要跟我谈，也可以，你可以上诉。现在是这样，川普大帝，就我说了算，但你可以上诉，但我可以不要听，我爱怎么课你税，我怎么课你税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各国都可以上诉，但上诉呢，这个管不管你在我。然后呢，川普还这么说，150个国家大家都想跟我见面，但我没那么有空，所以呢，我也不一定有办法跟你们都见面。但反正你会收到一张账单，那到时候再怎么看，我们再来瞧一瞧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他讲这个。记账单又让大家觉得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就仿佛他当年拿出那张手板，有没有？每个国家有自己一个数字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恐怖的魔鬼地狱数字。这一回呢，每个国家收到的账单可能又要得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了。但是现在账单还没寄出，到底呢，到时候引发什么样轩然大波，我们再来看。但是这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，也非常有可能不断制造不确定，就是川普现在的谈判手法。好，那回来我们就来讲了。今年呢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6月份国债到期。那其实呢，你放眼全年2025年这个整个美国要到期的公债高达9兆多。9.2兆美元。好，那这么多的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债券到期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哦？几个解决办法啦。你这个债务这么多要到期哦，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借新还旧。对不对？好，你知道这美国人很可爱啊，美国人就是靠借钱过日子，一般人也靠借钱过日子，房贷、车贷、学贷，各种事情都能贷款，各种事情我都靠借钱活下去，我活得趾高劲这个气昂，我活得堂堂正正，我活得走路带风，你看。
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，这个债多人不愁，对不对？你说欠一点点钱，哎呀，你就好焦虑哦。我欠这么多钱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走路有风，怎么样？我这个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难道你要我的命吗？不可能。好，于是呢，你看这个美国就是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钱欠的最多，我就是那个世界第一名，欠钱欠最多，我就是最了不起。好，那无论如何啦，这个通常的一个美国做法是借新还旧嘛。那借新还旧呢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，就是我借新，我要借的利率很低，还掉旧的，这样我才可以利息越付越少，对吧？现在大家都会讲美国啊，这个如果是一家公司它要破产的，因为它一年要付出的光是利息哦，高达1兆美元，这是它的国防预算。大家每次举这个例子，你就觉得好荒谬，对吧？怎么会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财政搞成这样？那美国，你看人家活得这个走路带风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现在要借新还旧，所以呢，你看到今年它总共有9.2兆的一个这个公债要到期。你知道9.2兆是什么概念？9.2兆呢是目前在市面上，还没有偿还的一个国债。然后呢，还可以交易的国债，9.2兆占1/3，也就是呢，它现在还在市面上流通的国债有1/3，这么多哎，都在今年要到期。所以呢，它今年如果全部都要借新还旧的话，那很重要。它如果可以把利率压得很低的话，它是不是以后就不要每年的一个利息要付1兆美元？我如果利率低一点，我是不是付少一点？我不要付到1兆美元，付个几千万美元，那我也省很多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借新还旧是一个，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密集到期的一个年份，今年的一个利率格外重要，差一点差很多，差一点都影响到接下来每一年度它付出的一个利息。所以呢，如果它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，那当然最棒。对吧？好，那再来一个呢，就是我调整债务的结构。有一说啊，说很可能他接下来发长债。我发长债的好处是什么？虽然我发长债，我利率要高一点，但是呢，我发长债呢，我可以减少那个频繁的借新还旧的一个过程，很烦嘛，对吧？好，那再来一个就是，那不然我不要借那么多钱啊，我就是这个支出少一点，这就是川普现在在做的，他们有一个政府效率部。要不然呢，就是我增加税收，那我也可以少一点。那这个也是川普在做的，他说我要增加关税的税收。所以你就看到了，其实啊，这个美债啊，面临到了一个在今年很重要的一个年份，它有大批量的必须要解决的公债到期的难题哦。那回到这个，我们看到了这个，那你公债发了，有没有人要买的问题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发的利率能不能低一点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什么样的一个公债它的利率会很低？备受信赖的公债，它利率会很低。我们通常讲啊，如果你要买债的话，企业债，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它的利率非常高？就是那种要倒不倒的、很缺钱的企业，它就会给你很高利的一个这个利率，因为要吸引你来买它债嘛。但是你买那么高利率的一个债，你就要承担很高的风险。所以呢，过去的美国公债呢，它的利率相对是低的，比其他的 maybe 很多国家是低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评级最高、最受信赖的一个国家债券，对吧？好，那于是呢，现在的美债还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来看美债呢，在最近啊，这个穆迪在2025年，它从最高等级的一个信评把它降级了，它被降评了，本来从 AAA 现在变 AA1 了哦。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家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信评机构啊，把这个美国的公债给降评了。第一家开第一枪的是2011年的标普，然后呢，2023年的惠誉呢，都把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国家的信评呢，从最高级往下调。那当然，现在最后一家穆迪也把它往下调，那美国当然不服气啊，美国就讲了说，你凭什么调我？你这个穆迪，你这个什么信评机构？你自己的信赖度也没什么多好啦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这个就耍嘴皮子了哦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一个国家搞到这个样子，时不时的这个债务上限要到了，然后呢，一个国家搞到你看你的一个这个债务不断的攀升，然后呢，你的国内国会呢也是一片混乱，然后呢，你的预算赤字越来越大，你明明就没有那么多，口袋没那么多钱，你还要过度消费，你的预算赤字那么大，很不合理嘛。所以你被降评真的刚好而已啊。好，那如果被降评的话，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利率了。
是吧？所以呢，未来啊，这个信评全部被降，会不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它在发售它的一个公债的时候，它的利率的一个变化？这很重要。那我们从供需来讲啊，那你说美债这个信评都被往下调了，那是不是没人要？也不至于。好，我们来看到美债在过去这2个月当中啊，甚至呢，大家喜欢买美债的一个这个人还变多了哈，它的一个供给量呢，甚至在过去的这2个月当中，大家还在买美债哦，但是呢，买的国家不太一样了，买的很有技巧，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就买很多美债，不晓得是不是要拿这个去当谈判筹码，不晓得。但是呢，你看到持续在抛售美债的是中国，中国不断在减持美债，而且减到过去呢，我们说美债这个最大持有人是日本，再来就中国，现在呢，中国已经卖掉，它已经退居第3，第2呢是英国。你看到英国蹦蹦蹦跑上来，然后你再去翻资料，英国在过去这个2个月当中买很多美债，然后你又联想到，英国是不是第一个跟美国谈定了那个贸易协议的国家？你就原来美债是这样用的啊，我买很多美债，我到时候跟你谈判桌上我就很好谈，因为川普就要钱嘛，那我就买你美债，对不对？我就多买一点嘛。那台湾也买这么多，我们是不是接下来会谈到一个很好的 deal？ 不知道。所以你看到中国在减持，那其他国家在增持，所以呢，普遍来讲，美债呢现在卖的状况还是 OK 的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叫做联准会。联准会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，你看它其实默默的在 QE， 因为它也买了好多的美债哦。那总共4天买了436亿美元的美债哦，买这么多，这叫做隐形 QE 哦。那隐形 QE 呢？怎么讲？你要怎么理解 QE 这2个字啊？宽松，宽松呢，照理来讲，金融市场都会很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这个你在联准会 QE， 好，我知道，这个商品要买。但是买什么商品，那也是有诀窍的。以前呢，大家说联准会 QE， 我赶快去冲去买美股。但是最近大家发现美元资产大家怕怕的，于是呢，当这个你发现联准会在隐形 QE 的时候，反倒是黄金很好，反倒是比特币很好，因为大家想要买点东西，但是又买美元资产又担心，所以呢就开始去买这些商品了。反正呢，黄金不变的一个这个真理，然后呢买比特币呢，你看川普也喜欢比特币，所以大家开始买这些商品。好，不过讲回来，如果你手中有债券投资，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这个好好操作它呢？现在有一说啊。在国内啊，在我们台湾，你看到啊，这里有很多的手中有债券的 ETF 的一些朋友啊，他现在呢，过去怎么做的？买了债券 ETF， 因为它是一个很稳当的商品，我再拿去借钱出来。再买债券 ETF， 买了之后再去借钱出来，这样子把我的杠杆开很大。但这一波呢，遇到了一个非常风险的状况，就是呢，这些债券呢，它的一个净值在往下降哦。这个债券如果在暴跌的话呢，哇，那你这样子的一个不断开杠杆的动作就会出问题哦。那到底什么时候呢，才是你应该要入场，真正可以去买债券，有利可图，有差价可赚？很可能呢，要等到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到5%左右，可能才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当然还是要看看川普总统他又说了什么话了哦。今年的一个金融市场有人这样形容说，它应该会是一个很像空头的多头市场。你年初跟年尾呢，很可能你这个绝对数字一相减，它是一个多头市场，但是中间可能是大风大浪、乘风破浪的姐姐，哥哥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在这个今年操作上一定要格外的冷静，而且呢要小心再小心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川普总统又变了什么脸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谨慎咯。好，这是今天呢带大家来看到了，这是美国公债的状况了，很可能6月份又是一个变脸时节，大家小心哦。好，谢谢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